龙时代里有这样一个细节，郑朝山费尽心机策划了一场堪称完美的营救大戏，可就在同党成功逃脱的下一秒，他却毫不留情一刀将其灭口。这里有人就会问，既然是要灭口，那明明潜伏在警局的钟向芳就能动手，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这样做只会加速郑朝山的暴露，而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真的会这么蠢吗？其实这里导演并非单纯的推动剧情，还完美呈现了一场下属为了自保想要以下犯上的顶级博弈。郑朝山在得知袁硕落网时，便第一时间召集了潜伏的冷旗，从众人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心情都不太漂亮，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袁硕作为联络员一旦开口，那必将牵扯出整个桃园行动组，在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别想逃走。于是郑朝山看向潜伏在公安局的钟向芳，这个人留不着，是一切代价出的。注意这里的细节，钟向芳在接到这个命令后，脸上虽然没有丝毫波澜，但他的眼神中却有着犹豫。他深知这种脏活一旦处理不好，自己随时都可能暴露，而他暴露的下场自然就和袁硕一样。对上级而言，执行者永远风险最高，却也是最容易被舍弃的棋子。于是他便展开了一场看似忠诚无比，实则暗藏着反噬与自保的行动。第二天清晨，公安局的大院一切如常，钟向芳热情地拉着看守所队长三儿要去门口的早点摊吃早饭，而钟向芳此时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有意无意地靠近三儿，就在两人出门的瞬间，三儿口袋的手铐钥匙已经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收入囊中。肯定有小伙伴会问，这么重要的钥匙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被偷走？这就是钟向芳整个计划中最精妙的地方。其实手铐钥匙谁都有，但他选择的三儿却是关键的一环，因为三儿在局里就两个特点，没本事但却人缘好，而正是他的没本事，让钟向芳一声热情的问候就足以瓦解最基本的警惕，轻易的拿到钥匙。紧接着两人来到公安局门口的早点摊，这里的摊主也不是一般人，同样也是伪装的特务，这里没有一句多余的交流。见加了料的豆浆递到三儿手里，钟向芳便朝三儿说了一句，我不着急，要不然你先吃，吃完给咱们带。还是别了，我多带一份就行了，您吃您的。这里就能体现三儿为什么人缘好，因为他没本事，大多数时候都愿意吃亏。而钟向芳这么一说，他就算原本打算坐下来一起吃，也会选择先送给大伙儿吃。咱们再看钟向芳接下来的操作，他并没和三儿一同返回，而是自己也坐下来，有模有样的吃起了早饭。这不仅是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更是为后续那场至关重要的苦肉计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当毫不知情的三儿提着这份问题早餐回到看守所，钟向芳也起身将豆浆原封不动地倒回桶里，随后便掐着表来到牢房。此时看守的人已经失去意识。这里有个细节，钟向芳走向牢房时甚至都没有观察里面的情况，就知道袁硕没有中毒。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明明可以毒杀袁硕，却选择冒险偷手铐钥匙，让他找机会逃出去。因为都是特务，自然知道落网的结局，他又怎么可能轻易吃下东西呢？而钟向芳精明之处就在接下来的举动。医院有人接应你，这句话请大家记住，钟向芳在他脑子里埋下了一颗致命的种子，这句话才是钟向芳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也是让整个越狱计划演变成灭口计划的主要原因。而接下来还有个更狠的，想象一下你是钟向芳，此刻整个公安局即将大乱，而你作为一切的制造者，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大部分人会选择躲起来，我不在场，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但他做了什么？他回到办公室，拿出毒药，直接吞了下去。要骗过所有人，首先得对自己下死手。当他应声倒地的那一刻，他已经不是嫌疑人，他成了这场阴谋中无辜的受害者。混乱中假装中毒的袁硕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在手术室里，他利用那把藏在嘴里的钥匙，偷偷将手铐打开。等到医生和护士准备手术时，他就瞬间暴起袭击，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室内所有医护人员。可就在他即将换上医生白大褂逃出升天时，钟向芳埋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医院有人接应你，一个完美的逃犯，此刻最不该拥有的就是希望，因为这会让他犹豫。袁硕此时一心想要寻找接应者，会让他浪费掉那最宝贵的几分钟。而这几分钟对于在暗中观察的猎人来说已经足够了。郑朝山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啊，在得知袁硕被送到医院时，就意识到了计划出现了失控。袁硕这个本该悄无声息死在监狱里的人，竟然活生生的来到医院，而眼下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去亲自擦这个屁股，所以也就有了如此反转的一幕。袁硕好不容易从牢里出来，可当他在焦急地寻找着接应他的人时，那个他等来的接应者却用一把冰冷的尖刀终结了他所谓的自由和他肚子里所有的秘密。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钟向芳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搞越狱？他如果直接在监狱里动手，固然能完成任务，但所有的嫌疑都会指向他这个内部人员。而现在他通过嫁祸三儿，不仅完美脱身，更关键的是他逼迫自己的上级郑朝山亲自动手处理了烂摊子。可他的小把戏在郑朝山眼里根本不够看。一切尘埃落定时，郑朝山带着质问和杀意出现在了钟向芳的病房。你怎么把他弄到这里来了？
如果死在这公安局，所有的事都让我一个人扛了，对吧？所以你就告诉他，医院里有内应，你是想把我也拉下去？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是不是想造反？而钟向芳是怎么回答的？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提到了郑朝山那个当公安的弟弟。你非常了解你弟弟的手段。不卑不亢的回应，暗示自己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而钟向芳利用郑朝阳当借口，也是实实在在的拿捏住了郑朝山这条毒蛇的7寸。此刻的郑朝山也不再纠结，而是语重心长的说了这么一句：我喜欢你的剂量价，但是你要知道，催吐剂的量要是用大，也能死人的。一句来自医生的好心提醒，重新让他夺回了主导权，警告钟向芳不要玩火。从之后的故事来看，这件事真正获利的是我方。虽然好不容易抓到的袁硕被杀，但却多了2条新的线索，在警局和医院都有特务潜伏进入，而特务组织的暴露速度也是在这一刻开始加速。